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蝴蝶飞飞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古时，一个25岁的光棍无意间买了一位60岁老妇当媳妇。当晚，老妇人便宽衣解带，谁知光棍却下不去口，他立马改口叫了干妈。老妇人见状，立马感谢说：“谢谢你，放心，我会做饭收拾家务，别让我走。”光棍慌乱地说：“干妈，赶紧把衣服穿上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”闪身出了房间，没想到光棍此举却让他的命运就此开了挂。他到底和老妇人有何渊源呢？原来光棍叫李明，是这村的一个孤儿，父母的过早离世，只给他留下了一个空荡荡的院子和一小块荒废的土地。在那漫长的童年时光里，李明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凄惨。没了父母的庇护，他只能靠乞讨为生。每当他饿着肚子，拖着瘦弱的身子，怯生生地站在别人家门前，伸出那双脏兮兮的小手，祈求能得到一点食物时，得到的回应却不尽相同。有些村民心地善良，看着这可怜的孩子，总会从自家锅里舀出一碗热乎的粥，或者递给他一个还带着余温的馒头，满眼怜惜地说：“孩子，快吃吧，别饿着。”可也有那么一些人，对他充满了嫌弃和厌恶。他记得有一次，他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，去敲一家的门，门开了，一个满脸横肉的大汉瞪着他，恶狠狠地吼道：“滚开，小叫花子！别弄脏了我家的门！”李明被吓得连连后退，心里像被刀扎了一样难受。还有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，更是把欺负李明当成了一种乐趣。他们会故意把李明好不容易讨来的食物抢走，然后一边大笑着跑开，一边喊着：“小乞丐，没饭吃！”李明只能默默地流泪，却又无力反抗。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，李明的内心充满了自卑和无奈。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躲在角落里偷偷哭泣，想念着父母的温暖怀抱。他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的命运如此悲惨。然而，尽管生活充满了苦难，李明的心中始终怀着一丝希望。他知道，要想改变命运，就不能一直这样乞讨下去。于是，当他成年后，他咬着牙，决心开垦那一小块荒废的土地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连锄头都拿不稳，手上磨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血泡。可他没有放弃，硬是凭着一股倔强的劲儿，一点一点地把荒地开垦了出来。每天天还没亮，他就已经在地里忙碌了，施肥、浇水、除草，每一个环节他都做得一丝不苟。他辛勤照料着那一小块土地，仿佛那是他生命的全部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李明种出的蔬菜又新鲜又壮实，深受小镇居民的喜爱。这天，李明挑着满满一担新鲜的蔬菜来到小镇上售卖，他的脸上洋溢着期待和喜悦，这可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呀！看着那些鲜嫩的蔬菜，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希望。靠着卖菜，李明积攒了5两银子。当他把银子紧紧地握在手中时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他暗暗想到，先攒起来，将来开饭店就有钱了。在那一刻，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梦想中的小饭店，里面飘出阵阵饭菜的香气，客人们吃得满足，而他自己也不再为温饱发愁。李明这天在小镇上卖完蔬菜，满心欢喜地揣着辛苦积攒的5两银子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夕阳的余晖将他的身影拉得长长的，他一边哼着小曲儿，一边盘算着未来的美好生活。就在他美滋滋地想着的时候，突然前方的道路上窜出几个凶神恶煞的身影。李明心头一紧，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小子，把钱交出来！一个矮个子的家伙粗鲁地喊道。
那声音就像破锣一般刺耳。李明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得愣住了，他试图往后退，可身后也被人堵住了去路。好，好，你们别伤害我，全给你们！李明吓得声音都在颤抖，结巴地说着，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那5两银子。那几个家伙一把夺过银子，眼中满是贪婪和得意。就在他们准备扬长而去的时候，其中一个人贩子从肩上扔下一个大麻袋，嘴里嘟囔着：“不要了，带着累赘，这个算你买的，我们走。”李明呆呆地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心还在砰砰直跳。等他缓过神来，赶紧解开麻袋，却发现里面竟是一个老妇人。老妇人满脸惊恐，头发凌乱，眼神中透着绝望和无助。你们不能这样对待她！李明冲着人贩子离去的方向怒喝道，可回应他的只有空荡荡的回音。老妇人定了定神，哭着对李明说：“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”他抹了抹眼泪，开始讲述自己的身世。孩子啊，我原本也有个幸福的家。我那老头子是个憨厚老实的人，虽然没啥大本事，但对我们母女俩那是真心的好。平日里他就在田里劳作，我就在家里操持家务，照顾女儿。我们的女儿那可是个乖巧懂事的姑娘，长得水灵灵的，笑起来就像春天的花一样美。老妇人回忆起过去，脸上泛起一丝温柔。原本我们一家人虽然日子过得清苦，但也和和美美。可谁能想到，厄运突然就降临了。我那老头子有一天在田里干活的时候，突然就倒下了，再也没起来。从那以后，家里的重担就都落在了我一个人的身上。老妇人叹了口气，眼眶又湿润了。我咬着牙，辛苦拉扯着女儿长大，眼看着女儿到了该嫁人的年纪，本想着能给她找个好人家，我这心也就踏实了。可谁知道碰上了这档子事儿。我是为了保护女儿，才被这些丧心病狂的人贩子给抓了。女儿在混乱中逃脱了，可我却……老妇人说到这儿，已经泣不成声。李明听着老妇人的讲述，心里也是一阵酸楚。他心想，这命运咋就这么捉弄人呢？李明一时不知所措，看到老妇人流泪祈求，心中竟想起自己的母亲。他毫不犹豫地说：“走，回家。”回到家，吃过晚饭，李明可怜老妇人，就将自己的床榻让给了她。谁料老妇人误以为李明买下她是为了解决生理问题，当即宽衣解带，如此才出现开头一幕。李明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，连忙摆手制止，脸涨得通红，急切地说道：“大娘，您误会了，我只是看您一个人孤苦无依，想让您跟我一起生活，我要认您当干妈，照顾您。”老妇人听到李明这番真诚的话语，半信半疑地停下了动作，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疑惑和一丝希望。李明真诚地看着老妇人的眼睛，再次郑重地说道：“干妈，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，我会好好孝顺您的。”老妇人终于相信了李明的话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，她紧紧握住李明的手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孩子，是大娘想歪了，大娘谢谢你。”从那以后，李明和老妇人就像真正的母子一样生活在一起。李明对老妇人关怀备至，而老妇人也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。有一天，老妇人下厨做了一顿饭，那香味弥漫了整个屋子。李明尝了一口，忍不住竖起大拇指夸赞：“干妈，您这厨艺简直绝了。”老妇人笑着说：“以前啊，我就是靠着这厨艺养家糊口的。”李明灵机一动，说道：“干妈，要不咱们摆摊卖饭吧？”老妇人欣然同意。于是他们在小镇的热闹街角摆起了摊。
老妇人熟练地操持着锅铲，烹饪出一道道美味佳肴。李明则热情地招呼着客人，忙前忙后，他们的摊位很快就吸引了众多食客。有人说，这味道简直比大酒楼的还好吃，还有人说，这母子俩太亲切了，来这吃饭就像回家一样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。李明和老妇人虽然每天都很忙碌，但心里却充满了喜悦和满足。其实，老妇人答应在镇上卖饭，也存了一个小心思，只是觉得时机没到，不便说出来。生意虽然不错，但老妇人的心中始终牵挂着失散的女儿。老妇人觉得是时候给刘明说出心中所想了。孩子，我真希望有生之年能再见到我的女儿，她一定也在找我，你能帮我找她吗？老妇人含泪恳求说：干妈，我会帮您找到女儿的，相信我。李明坚定地说，他要帮老妇人圆梦。自此，李明除了忙碌农活和经营小摊之外，还四处张贴寻人启事，绘制了老妇人女儿的画像。他努力四处打听消息，谁知经过无数次的寻找，都杳无音讯。他四处打听，跑遍了周边的各个村落和城镇，有时候遇到不配合的人，李明就好言好语地劝说；有时候遇到一些错误的线索，李明也不气馁，安慰自己说这是在积累经验。这一路上，李明可是吃了不少苦头。有一次，他为了赶去一个据说有线索的地方，天还没亮就出发了。结果半路上牛车坏了，只能卸了车架，赶着牛走了好几里路，累得他气喘吁吁，还丢了一副车架，损失了不少银子。还有一次，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可能认识老妇人女儿的人，结果那人却故意刁难他，让他帮忙干了一整天的农活，才肯告诉他一点点消息。但是李明从来没有想过放弃，他心里总是想着老妇人那期待的眼神，就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转眼间1年过去了。就在大家都觉得希望渺茫的时候，奇迹发生了。一天，李明像往常一样在外面打听消息，突然听到有人说在邻镇看到一个姑娘，模样和老妇人描述的女儿很像。李明二话不说，立刻飞奔过去。当他终于见到那个姑娘时，心里一阵激动。经过仔细询问和确认，这个姑娘正是老妇人失散多年的女儿。李明赶紧带着姑娘回到了小镇。当老妇人看到女儿的那一刻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她紧紧地抱住女儿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我的女儿啊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女儿也是泣不成声，母女俩相拥而泣，那场面真是让人感动不已。周围的邻居们也都围了过来，大家纷纷为这对母女团聚而感到高兴。李明站在一旁，看着这温馨的场景，心里充满了成就感，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老妇人的女儿名叫秀娥，秀娥的厨艺那可是比她娘还要厉害的高手，她做的饭菜那叫一个香，能让人把舌头都吞下去。为了报恩，老妇人心里有了一个主意。她看着李明这小伙子，他是肯干，心地善良，心想把女儿嫁给他准没错。于是老妇人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女儿和李明。秀娥红着脸偷偷看了李明一眼，心里觉得李明确实是个值得托付的人，便点了点头。李明呢，早就对秀娥心生爱慕，听到这个消息，高兴得差点跳起来。就这样，秀娥嫁给了李明，一家3口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热闹。他们在小镇上开了个小饭摊，凭借着老妇人和秀娥的好手艺，生意是越来越红火。每天饭摊前都挤满了人，有的是为了品尝美味，有的则是为了看看这漂亮的老板娘。李明也不含糊，
他跑前跑后，招呼客人，帮忙上菜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在一家人的共同努力下，小饭摊逐渐壮大。他们租下了更大的店面，重新装修，还请了不少伙计。没过多久，这个小饭摊就变成了小镇上最有名的酒楼之一，名字叫幸福居。后来，秀娥怀孕了，生下了2个可爱的孩子，一个是聪明机灵的小男孩，一个是乖巧可爱的小女孩。当2个小家伙被抱到秀娥面前时，她笑得合不拢嘴，直说：“这是老天赐给咱们家的宝贝啊！”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场景别提多温馨了。老妇人抱着孩子，给他们讲着过去的故事。秀娥在厨房里忙着做一桌子丰盛的饭菜，李明则在一旁帮忙打下手，还时不时地逗逗孩子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，欢声笑语不断，孩子们嘴里塞得满满的，还不忘说着娘做的饭最好吃。李明则给老妇人夹菜，感谢她的付出。秀娥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充满了幸福。在这个小镇上，他们的幸福生活成了大家羡慕的榜样，而幸福居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，成了传递温暖和快乐的地方。这个故事说明，无论遇到多少困难，只要坚持善良和助人为乐的原则，收获的将是幸福和成功。李明无意中救下老妇人，并且用心照顾她，最终他们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家人，并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开了饭店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菲菲。都看到这里了，点个订阅再走吧。